大家好，今天呢，市场走出了非常热的一个行情，不管你今天操作的是期货、个股、动能股、大盘股，还是毛票，那么今天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收获。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计划明天 CPI 数据之后的交易？那么我在这里呢，看到了一些需要值得我们小心的地方和小心的点。那么我把我的逻辑和我明天的计划在这里详细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今天跟我一起看完这个视频。这里面呢花了一些时间。好，还有今天呢交易完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累了，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明天的这个作战计划，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那么昨天我给大家分享了市场上出现了就是很多的对冲基金，他们在疯狂的压住做空科技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两个现象，一个是他们所做空的科技板块和他们做空的那些垃圾股，在今天都出现了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行情，而且这个行情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型的股票中大的科技股中，不管是微软、谷歌、亚马逊、特斯拉、苹果，这些科技巨头都是深绿就是深绿，非常亮绿。那么尤其是被做空非常厉害的亚马逊，在这段时间走势非常的强劲。那么这就是体现出第一点，我们看到 CPI 这个数据的时候，空头跟多头一样紧张。如果你是空头，你这里也会非常紧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来看今天市场上的这个美股的深度，今天仍然是大多数股票上涨而且我们看到今天三倍家居这样的股票带着什么 AMC 对吧，带着什么这个 Canva 这些小型股票今天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效应。那我在这里呢列出了一个股票的 list， 我前两天找到的这些垃圾股。那么这些垃圾股在这段时间都走得比较强劲，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由垃圾股和大型科技股都非常强的，拥有很强的赚钱效应的这么一个状态。好，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高峰。那么如果我们是2020年的话，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2020年一半时间都是这种情绪高峰，都非常热。那么我们所在的是当下的这个状态，它不是一个牛市，我们还没有完全回到那么热的一个状态。因为正常一个牛市中，它都是时间会拖得比较长，大家都会走这个周期。先是什么？大家都涨，蓝筹涨，对吧？然后我们指数非常强，然后就变成了横盘轮动，动能股涨，然后一部分动能股不涨，然后呢换着不同的类别的动能股涨，那最后呢就是小垃圾股也跟着涨，然后呢转向什么保守板块的股票涨，那最后大家一块再跌，然后再变成大家都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原来的话非常的时间会非常长，那么一个牛市的一个周期完成之后，可能要2-3月甚至3-4个月，像20年的话可能会走5-6个月。那么而现在的话差不多几天就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周期。那我看到的是在当下市场中这个过程走的是比较的一个热络，而且这个周期基本上就走到尾声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技术上去看这个样子呢？我们来从技术上进行一个分析。好，回到我们的技术分析，我们先看到的是标普的日线图，这是指数日线图。发大财信号指数，我们昨天说了，发大财信号变色以后，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偏多的状态。虽然我们说是谨慎看多，但这里绝对不会下空仓。那明天会有一个会有一什么呢？会有一个事件。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位置上发现市场过于热，是否代表我们这里就要下空仓？就是我们当看到了一个有风险的位置上，是不是等于就做空？所以我现在第一个点要跟大家说的是，要告别的是二极管或者二级思维或者二极管式的思维，就是看到了这个位置上，你说紧张或者谨慎就得做空，不是那么回事的，而是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上，而且这个趋势是比较强烈的。但是为什么说这里要小心的？第一，明天有事件，且周五的盘前会出银行的财报，这些都会对我们整个大盘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标准的下降的一个趋势线，而这个下降趋势线一直是有着非常强的效应在阻挡着大盘的上冲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距离这个趋势线，我们下面距离这个趋势线其实还有就是大约2%的空间，大约2%的空间。你说向上这碰这个趋势线，
已经是非常近了。那我们这个趋势线的位置大约就是在多少呢？大约在4020和4000之间。那么你会不会很多朋友会说，到了这个点就无脑做空啊，无脑 all in 做空，可不可以这样？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想法，因为你要看到的是，我知道这里是个阻力，但它第一可以冲破阻力，第二它可以在阻力处盘整。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确实走得非常弱的情况下，才会在这里做。那么当下的话，市场我们说深度是偏热，整个指数是比较强。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耐心观察明天在什么位置。如果明天高开直接在4020或者4015，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进行一个什么呢？更加保守的操作。今天的操作呢，主要就是比较保守的进行一个减仓。那么明天看它如果是高开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就要看它的一个表现了。看它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当下还没有一个数据知道当下市场的空头有没有完全被挤干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排除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个向上的猛烈的这么一个突破。那么向上的猛烈的这个突破，而且会非常快，可能会非常厉害，如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那这是一个不错的情形。那么我跟大家分享，昨天分享了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上对它的预期，那么如果超过 7.1% 就会跌，那么 6.6 到 7.1 之间呢是小跌，那么 6.0 到 6.5 之间呢就是一个涨。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因为市场上我们的预期虽然是 6.5%，但是市场上以现在的数据和现在的油价和其他的数据来看，市场上在预期我们的 month over month， 就是每个月的差别，这个 CPI 应该是进入一个负值，而且我们的 CPI 它的预期现在是重新定价在一个更低的位置，可能是 6.3 或 6.4。 那么如果明天的数值出来是 6.5， 已经不是一个符合预期，或者说比预期更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因为明天出来如果是符合 6.5， 它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差的数据了，除非明天就是 6.0 6.1 这种非常低，那么对市场可能还有一个提振的作用。那么再换过来说，如果明天没有 CPI， 就以当下市场的这种热络程度，我也会进行减仓因为市场上我们是在恐惧中买入，在什么呢？情绪的高潮中卖出，这是我们整个情绪周期或者说情绪周期这种状态的这么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市场上首先定价是偏低的，那么这个时候数据出来如果是偏低，它可能会涨，但会成为一个卖出的理由如果市场上任何一个数据比它预期的要高呢，那么意味着这都是一个利空了都是一个利空了。所以我们在当下这个情况下要做多手准备，其中我们要认为说现在市场过热，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那么如果出现最差的情况，比如说明天出来 7.3% 或 7.2%， 我们有没有可能重复9月13号的这种一个行情？有可能，因为什么？上一次也是什么一波上涨之后的一个回来我们认为是一个什么一个次低。如果我们不看的话，跟现在是不是完全一样？一个次低之后，一个数据之后，直接打到了均线以下，又开启了新的一轮的一个下杀那么我们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种可能完全是有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你看到这里非常热络，大家注意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用猜的说明天就一定是这种情况，或者明天我觉得是这种情况或那种情况进行一个猜测非得是怎么样。而我自己平常不管是过财报还是过事件，我都不会用猜的方式，而是用应对的方式去做。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最差的情况和不差的情况会怎么样。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那么我们如果发现明天是一个高开，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首先我们从资金方面说，第一，我们说对冲基金现在是在卖出科技板块和一些小型股票，那么今天看出来他们是进行一个对空头回补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第二点我们发现是重要的几个点位，
就是 CTA 的数据。那么 CTA 的话，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3893之后就3962，然后是4079啊。那么3962的今天是过了，所以意味着很多的被动的买盘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推升股价。那如果明天选择一个高开，或者是高开很多，形成 gap up 就是向上的过程中，那么这些买盘将被动的参与进入买入。那么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空头的话，那么明天的这个地方就会进行一个什么呢？更有利的一个排空。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态上的一个把握。那么我们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的心态很容易出现我们说的 FOMO 情绪，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这个时候很多当时看空的人会转手做多，或者说这里很多人怕自己错过这一波开启的大涨行情。那么我们如果今天大家可以听了我的劝告，比如说今天是进行一个保守类投资，或明天的话你在盘前做了期货的一些保护也好，你发现了这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以后那这个时候你特别怕自己就是说错过点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咱们在板块方面进行一个操作。举个例子，我们看 XBI 板块，那么我们看到 XBI 的板块，也就是生化板块，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两条趋势线我都给你画好了。那么两个趋势线画好了以后，大家可以看画稍微粗一点这儿两个趋势线画好了以后，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位置上已经准备突破，那么这里不是突破就是跌破。那么明天如果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一定会有板块和个股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突破，那么你就完全可以在这儿进行买入如此长的横盘，大4个月的横盘，它不会只有一天给你突破一天，真的突破不会一天。那么如果这个突破是错误的我们的止损在这儿也会非常的近，也不会有大的损失那么如果今天直接下跌的话，你仍然可以在趋势的下沿操作，或者说等待它离开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 ABC 就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出现市场上非常好的高开和走强，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个股和板块走得非常强劲，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面做。比如我们再看有很多的板块，比如说我们看这里比较强的什么板块呢？我们看这里面能源会不会走强，对吧？我们看到 XLC 这里面是不是形成了头肩底的突破，是不是至少看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投 XLC 里面的权重股，不管是 Meta 还是 Google， 是不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你这里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就是一个头肩底的突破呢？对吧？那么我们再过来看，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工业板块这里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cup 和 handle， 也是可以在这里进行突破，你也可以在这里做，对吧？那我们再过来看我们看软件板块这里是比较弱的，对吧？那我们再看科技板块，这里也不是特别强。那我们再结合刚才说的小生化这种板块，再或者说我们再看大一点的，对吧？ IBB 这里是不是也准备突破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强，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个板块可以给我们做突破？我们很多个板块都会出现非常好的买点，你怕什么呢？你会怕丢下什么呢？你什么都不会丢下，所以我们仍然有非常好的机会去做多。但是在当下我不愿意去赌，或者说我宁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还是这句话，错过无所谓宁可错过这么多个点，我也不愿意做错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明天大涨，我们有一些板块可以做；如果明天给我们拉清单了，明天大跌，我们可以就是完美的就是说错过或者说躲过这一波大跌。如果明天是大跌的话，那一定是大跌，就是很惨。好，那我们再过来看QQQ。如果这个位置上明天是一个非常大的阴线，大家注意这个底部是必破了，因为这个地方形成了弱势盘整，那么整个的趋势就会被彻底的打掉。那么大家看现在小盘也是接近了什么呢？接近了我们这个上升的趋势线，所以明天的一个弱势的阴线很有可能会把整个的这个趋势破坏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明天 CPI 的这个走势。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拜拜，我们下次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